中国名是叫王长青，长是这个非常那个长，青是三点水各有青那个青。日本名是高桥秀哉，哪个秀？优秀的秀，善哉的哉，那个吉字儿。明白。因为这两个名吧，这个中国名是在中国起，日本名我回来以后，我这个我大哥把我领到那个银座那个区域所，到那把户口本一拿出来，我的日本名就带底儿，那不带户口上吗？就有了。就有。我是生在1944年的10月13日，1944年那阵儿。1945年不战争就结束，正好呢，我是这个第2年就生我6个月，战争结束了，完了我养父养母呢就到日本人的难民所那叫，完了就我养母跟我养父就把我6个月那时候就把我抱回家了。那个时候你知道你是1944年？那根本我不知道。那你在中国的年龄跟这边一致吗？在中国38年吧，现在。不是我说的就是在中国的年龄和日本的那个户籍上登记的年龄是一样的。那都不知道。那你怎么登记？后来知道了，全都一样。为什么呢？就是我生母和我的亲生那个什么呢姊妹，就是我大姐、我大哥，这呢他们都一起上中国去的都。赶到回来的时候，都跟我生母就一起都又回来，所以他们呢，这个我养父母家的住址、姓名，那个啥，全都掌握着知道，全都知道所以他们呢，就是80年呢就上中国去了我大姐和这个谁呢，和我大哥加上我生母，他们3个人就上中国去了，去了就直接就啥呢？到我养父那个家就找到了一看我还好好还在，还挺健康的。他们认为我6个月，我养父养母把我抱过去了，就认为我不一定能再回去了。战争年代嘛，是。结果他到那一看，就认识。长相啊或者啥，全都什么一点差都没有。明白。另外我的头发呢是羊毛头发。卷的那时候卷的就是自来卷。所以说呢，我生母就知道，我一生下来一有头发就是卷人们都知道，我这一点差都没有相片是没有。那时候那时候上哪照相去？你小的时候知道你是日本人吗？不知道，一点儿不知道。我知道的时候是文化大革命。那小的时候那个周围的人知道吗？比如小朋友啊，周围的人都知道。但是人家都不说全都不说。邻居也都知道，也知道。学校呢？学校也知道，就是人家都不说。学校的孩子同学知道吗？有不少，很多小孩跟我差不多少年龄的都知道，但是他也不告诉你，人家也不告诉我，也不说。知道我这，但是有的个别的，有时候小孩嘛，一干仗一干啥了，你小日本就这样。那你自己，那我也不朝心里去。没在意，根本就不知道。你以为他是故意那样说你？故意就是打仗嘛，小孩在一起打架那还有正经就没有在意说他说的是不是在说我的身份，但没这样想过，没朝那上想，根本我知道我是日本人，是文化大革命开始。那养父养母家里都有几个孩子？都没有，就你自己？就我自己了。原来有一个姐姐。结果呢是生我外甥的时候，就是我那时候还不大呢，才10几岁的时候呢，她因为产后风，完了我那个姐姐就去世了。所以就没有了，就我自己。那你上学都念到从小学一直念到几年？小学、中学，完了后来又上中专。学什么专业？我学都是机械化的那个人。机械的东西。那个车工、电工这啥都是这套呀，就是工业技术。在哪里？就在那个原来我住那个地方
叫宁安那个地方叫在县里边这个学校呢叫中学时候上的时候呢叫农业机械化学校。农业机械化学校，就这专业是哪个省哪个市？黑龙江省宁安县。宁安牡丹江市。牡丹江市。牡丹江市离牡丹江到宁安呢才30里地。那儿很冷我记得。那个地方是够冷的。很冷那儿，零下10-20度。开车我都不知道，我是他别人有人说听说过，我就寻说笑话呗。没在意。不在意。赶到文化大革命的时候，这才知道我是日本人，真正的知道了。那为什么知道了嘞？那因为啥呢？公安局，公安那个派出所没关系，就公安局内就是外事科，公安局里边的外事科，他们都知道这些登记的。都知道我。所以说呢，我怎么他们又告诉我了呢？是在文化大革命刚一开始，宁安县里边吧开万人大会，知道吧？是。那就整个的刚一开始，我呢在万人大会的前面呢上台教他们唱唱歌，唱就是这个啥呢？这领想不起来，唱红歌。就是那个时候。你还会唱那个？明白。所以说呢，我就在那万人大会啊，我在前面拿着麦克教下边人唱合唱。这就唱歌。因为我年轻前就喜欢唱歌，也爱上，喜欢文艺方面你是那个时候我上中学的时候之前，我就县里边搞文艺活动了，什么尤其是逢年过节的啦，踩高跷啦，跑旱船知道吧？知道。摆就是拧秧歌那一类的。是。我都是摆旱船了，踩高跷也打都会。全都是都会。全都会，而且还都是领头的。所以说这个啥呢？那然后怎么在这个期间，他为什么要找你呢？因为那时候有人说，另外我没入籍。没入籍什么意思？就是没入这个中国籍那前儿。那个公安局没有登记你的户口吗？后来那公安局找我，就是意思就告诉我是日本人，必须得办手续，得加入中国籍。那才能行。那个时候也有这一说。要不我就入党干啥都不行。就告诉我就念书什么都不行。对，所以后来没办法，我说那行吧，这公安局的这个人。那你当时听到你什么反应？那就知道也没有啥反应，也没想那个什么乱七八糟事儿都不想。那没想啊，自己怎么是日本人？那都不想，那也不想。你看我67年嘛。那你没回去你没问爸爸妈妈吗？你说我怎么是日本人？那啥呀？我也没说回到家里就问我养父养母，那也不问。没问，也不问。啥就不寻思呢？不想，就是不朝心里去，根本不在意他，也不在意。因为啥？那个时候，这说实在的，我在学校里边也是搞文艺的头，学校也是，在中学、小学，一直到这个啥专业学校的时候，全都管这个文艺这方面的。在学校这方面我挺出名。另外这个啥，我有个那个啥。也是宁安的，他叫乔本儿，他是在宁安人那个中医院上班的。现在今儿来不来？他经常来大铺上来，就常说，就跟他们就讲，他说这高桥原来在宁安那出名是名人，也确实是。文化大革命啊，社教啊，只要有大会，我准的在那里上台上去。对什么？明白，搞文艺创作活动。对，就是。你像那个文化大革命刚一开始，社会主义教育知道吧？就社教活动时候，那我也是呢，在前面是属于积极分子那一摊那你那时候认识的有其他同学啊什么的是日本人吗？那个也不朝上想，也没认识。还有一个跟我是。也是个日本人，现在在练马区住的。我说你当时就认识他吗？认识，那时候就开始，我们俩是东西屋。就当腰隔道墙。你说你家住的？跟他挨着家住。他也是日本人。
他呢也是啥呢，自己也不知道，跟我一样都不知道。人养父养母又不说，旁边人也不说。中国我住那个地方，说实在的，邻居明知道人家也不朝外说。大家都保守秘密，保守秘密就是。因为害怕说了。那你后来知道了你是日本人身份的话，你在文革期间没有受影响吗？那没有。没关系。对，67年就文化大革命和这个社会主义社教，知道吧？社教中国，在那个时候我才真正八百的算知道我是日本人嘛，因为让我加入中国籍嘛。那大家也都知道了吗？那都知道了。也没关系，也没关系，谁知道不知道都无所谓的。他们别人也不把我当日本人看。当时这样的现象也很多吧？那对，很多人吧？很多。但是我们那个地方呢，就我住的那个菜队也叫命安，那就蔬菜队，专门种菜不种粮食所以是供应我们的江市，供应哈尔滨。加上宁安当地的蔬菜，所以这时候我养父呢是种菜的技术员，这专门种菜里边，他那玩意儿是从小苗开始一直到老，他是技术员，所以说呢，我呢那时候一念书，中学中专一毕业以后，在家就专门管机器。什么水泵了，修汽车了，修拖拉机了，或者是拿这个电器那个电动机了啥的有问题了，我都经手都去检查一下子。反正在这方面都是我，他们也有别的地方这边也有找我去上他的地方去修去所以说那后来去哪里工作了？我这工作就在那了，就在中国的时候，我就在那个菜队里。我就管这个农业机械一直工作到哪一年？那是1980年一直一直工作到1980年，一直到就是从生下来就在那住长大了就在那长的，最后在那工作也在那工作一直到1980年完了我这个生母和我哥他们给我去上中国去了，找我去了找我去以后了，完了就说让我赶他们80年回来以后，81年又给我写信，通过信完了让我回日本来看一看，但没说是你回到日本就别回去，那话人家没有说，人家就说让我回到日本看看因为日本有那兄弟姐妹都在日本嘛。那时候你结婚了吗？结婚了，我结婚早，我这64年就结婚了。64年，64年结婚，1964年嘛。64年那也有小孩了。那年80年小孩没有，65年才有小孩。我那年才20岁就结婚了。那么早？那也是中国那个，由于是沾点农村边上，那都是20来岁就有条件的都是结婚早，没有条件的吧，就婚就晚一点。因为我养父养母就我一个，家里生活也好，家里说句老实话，在那地方住着，条件也比较有钱，这么讲，和一般家庭来比吧，这是比较富裕的这么一家。那80年的时候几个孩子？那时候我81年时候80年那就5个了，就5个孩子，已经最小的都5岁了，那时候。那你自己来，他们邀请你来日本，你就过来了？没，他们咋没？后来就是我生母和我邀请你来，哥哥要求让我回日本来看一看，就办个半年的手续，来到日本看一看，然后再回去。没有80年就来了？80年你自己来的？我自己先来的。赶81年我就又啥呢？但是80年来了，我又回去了。是，但81年呢，我就又来了。就是好像是啥似的了，就习惯了似的，好像养成。那80年来到日本，你感觉怎么样？感觉日本怎么样？当时那前儿没啥感觉。那前儿没什么感觉。你不觉得日本先进吗？没觉得说日本比中国好或啥的，那个感觉没有。因为啥？这说句实在的，我在中国没遭着罪儿，也没受过苦，一直念书念到20岁，你知道不？念书还没
还没到毕业的还差2月毕业呢，那我就结婚了。你们就养父养母就是着忙，就是另外一个呢，别人给我介绍也是啥，就是3口人，这多好的家庭啊，又有钱家里边，所以就找对象，老伴儿那前18岁，我20就结婚了，就这么回事。结婚以后了，完了一直到那是。结完婚那是60几年嘛，65年嘛，有头一个孩子，1965年，就老大我的大儿子65年，完了又他们都隔2岁，5个孩子都是2岁2岁的，就那么着。管到我回到日本的时候，那是80年回来又回去，81年又来的。来的时候把我老伴儿，和啥呢？我大儿子最小的那个姑娘。就我们4口人一起来到这个日本游，你又来旅游？就是来旅游，来看一看，就让他们来看一看。根本那前儿就没想到在日本来日本居住，没有想过，没有，根本就没想到，就是到我大姐家，到大哥家，到我生母那儿看一看，看一看，让他们也看一看，到这看。他们在日本在哪里住？我的大哥在千叶。完了这个啥呢？我的大姐呢也在埼玉县，叫统川市，在那块儿。完了我生母呢和我大姐在一起，在那儿。这是81年，完了呢，在这待了3个月吧，是几个月，就回中国了。那时候怎么来呀？那时候坐飞机吗？坐飞机呀。从北京吗？从北京。那时候很少人见到过飞机。搁中国，搁我家那住那地方，坐火车到北京，搁北京再住2宿，晚上机票完了就回来。那机票也很贵吧？贵，见的我那个时候也没朝心里去。你想1980年，对，那时候是20几万吧，一个人，一个人。那太贵了。那可不。那就但是那前儿日元也不太值钱，反正一个人20万日元的话，你几个人要好几万人民币。那可不呗。但是那前儿1万块日元才换多少钱人民币？才换1000。是3000那是4000左右。能换那么多吗？换不了。换不了，是多少钱？1比10。都忘了那时候都反正你也不记得1000左右吧。这说实在的，我在中国的生活，就养父养母3口人，生活也好，家里边也有钱。我呢也是和一般别人和他们普通的那些个中国那个家庭不一样。明白？为啥呢？因为啥？就3口人，压力负担不重。对，负担不重，而且我养父呢还有技术，你也有技术，你也有技术，挣的也多。对，你也有技术。就这么回事儿。明白？那你怎么想到来住了呢？后来赶到81年回来一回，领着老婆加上大儿子还小姑娘，他们来到这里一看日本都好，这回去了以后他们喜欢，他们就喜欢愿意回来都在这儿。但是到这儿了呢，县里边说了，你是日本人，你愿意回日本来，在日本住，那你就回来，也不用办手续，也不用啥，你就直接回来就可以。你说这边的？就这边因为你户籍有登记。那我户籍的这个一登下来就是啥的，战争的时候，完了我父母他们就把户口给你登记了，户口就拿回来给你登有记录，都有。你跟别的人状况寻找不一样，根本一点也不一样。我就有户口嘛。明白，只是没在这儿生活，所以他们说你想回来随时就可以回来，随时可以回来。想在这日本，你就看你的意愿，那你就随你便。明白。后来回家我商量我养父养母，问问他们同不同意。他们怎么说？开始我养父养母不同意。那日本我们不能去。他们也可以来。他也可，那只有我带呀，我带着他们就可以来呀。就后来我81年回去做工作呀，在家半年呢，就说成天一说这事儿就眼泪汪汪的。你说舍不得你走。他们不让我回来，
可是呢，我还舍不得我养父养母，人家从小对，几个月把我一起养了这么长大长了，，是把我养大是成人，是，另外培养我上学。就我住的那个地方，像我这样的中等专业学校，毕业的人很少，我一个还有一个，很少吧？哎，就俩人，就我们俩人，要有学问的，就可以，剩下的都是小学6年毕业就不念书了，哎，就完了，对，哎，所以这它不一样，是。另外一个，你没有文化水平，你怎么能啥呢？是，哎，所以我那时候呢，一个是养父养母供着我，一直把我供到这个中专毕业嘛。所以我中专毕业以后，又把我分配到大球场，那叫机械修理厂，又上那去了。最后又回到我那个住的地方。因为种菜的地方，他也跟那个工厂也。那你后来说服他们了吗？说服爸妈了吗？啊，都把他们。不是，我说你不是说他不同意吗？开始那不同意，说服了都。完了，说服以后82年，后来怎么同意了嘞？那这他反正成天说呀，连我那个老伴儿也是成天劝，那我不养活你们，你们不养活我小，我养活你们老啊，一定得啥。后来管他怎么的，说服了，那行吧，听你的吧。这就是82年的4月份，把我养父养母加了还有3个孩子，就一起办手续。82年的4月份就全来到日本了。哎，不是5个孩子吗？5个呀，就是先都是回了一个，老大就逮着了。已经他们先回来了。他先回来，81年就回来2个。回来2个，那小的不能跟着他。赶我回中国的时候，那老大自己就在日本，因为那时候一回到了县里边就给个房。给个房间，就在那县营团地里边，明白，就给了一个屋子嘛。所以说是也不用向别人申请啊，还得明白，这个住宅寻找啊，啥都不用，就很简单，直接县里边就，这到那县营那个叫区坊团地，那都是县营那个房子，盖的楼左一个右一个，一共10个楼呢。完了就给我找了一间，还是1楼。用啥？有养父养母，有老人，有老人，就给了1楼，就这样，那就是都来居住，来回都一点没费劲的，一点都不费劲最后有县里边我回来了，让我县里呢就让我这个啥呢，让我到县里边学习，学习完了再干啥。我那最后一寻思，哎呀，拉倒吧，别学了，学我这一家人生活怎么办？靠吃生活费那事儿我不干，我就吃了3个月。吃了3个月生活费，就是国家给生活费。我说你算是多少人呢？养父养母是8口人呢，那是。完了，后来我就待了不到3个月，我就自己找工作，找着一个工厂，专门做这个本田汽车零件的这个公司，就试验品。就是这个零件做出来，研发中心现在叫。完了，找到那个工厂以后，完了老板开始不大同意，嫌我中国人也不会说日语。最后我连着去了2趟，完那老板一看我挺什么的，挺用心，很想来，就把我收下了，在那公司。收下以后，就在那公司一直干了27年呢。对吧？就在那一公司，干了27年之后退休。退休了，退休金我说句老实话，搁厂子退休以后，那就回了家里边，这生活水平还比一般人还高。退休金还有，明白？所以说他们中国那边还有退休金吗？现在啊，现在有啊，中国的也有，中国没有了中国我那时候，中国原来就没有退休金，你退休不退休，那无所谓，明白？所以说没有，就是在日本有。